水上飞驰，快速传球，团队合作，无惧挑战，每一球每一刻展现队友的默契与信任。113年全国蜻蜓水球锦标赛，水上激战，勇者无惧。113年全国蜻蜓水球锦标赛，聚集了全台顶尖选手，一起角逐荣耀。蜻蜓水球是一项结合蜻蜓技巧和水球战略的运动，比的是速度及爆发力，也有耐力及控传控球的灵活反应。轻便灵活的专用蜻蜓，它让选手在水面上迅速移动，能防撞右翼操控。水上的桨不只是滑行工具，更是他们防守进攻的武器。每队总共有8名选手，比赛是派出5名选手，一人担任守门员，目标是将球投入对方的球门，有点像水上版的篮球。选手的速度、平衡和协调性是制胜关键。在防守时，选手利用桨阻挡对方进攻，快速反应和准确判断才能成功防守。进攻则讲究策略，持球不能超过5秒，寻找时机传球、闪避、射门，而且比赛选手能够用桨于1公尺外来拦截对手传球或射门，来争夺，甚至会出现桨战的对抗画面。守门员是球队重要堡垒，任意队员都能补位，无时无刻紧盯对手的动作，迎接每次攻门挑战。要将球丢进可不容易，要得分就得瞄准2米高的球门，选手得在水上控传保持平衡，又要瞄准闪避防守桨叶才能出手。蜻蜓水球不仅考验个人技术，团队默契才是胜负的关键。快传、位置站位和时机配合都很重要。蜻蜓水球充满速度感，选手们在水上快速滑行，进行激烈的追逐。比赛过程充满了水花飞溅的乐趣，既紧张又刺激。亲临现场，感受这场水上激战的氛围。选手们的每一次冲刺，每一个进球，都将掀起无限的热血。蜻蜓水球不只是比赛，更是挑战自我、享受水上运动乐趣的体验，让青春在水上绽放。113年全国蜻蜓水球锦标赛，水上激战的魅力等你来见证。精彩体育赛事，感谢您锁定 Hot Sport。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安！欢迎您透过转播一起来欣赏到的是113年全国蜻蜓水球锦标赛。今天转播团队同样是来到了新北市的微风运河，要为您送上在今天也是赛程最后一天的决赛赛事了。那我想这几天以双北的赛事，以双北的这个天气上面来讲的话，偶尔会稍微有点阴雨绵绵。不过今天我们是送走了这个天突台风，但是迎来了东北季风的情况之下，所以温度现在是稍微有点下降了，跟昨天的一早比起来，昨天是大概25到28度，今天的话23度，湿度的话88%，所以感觉随时也都是有可能会有下雨的一个状况。不过我想今天的赛事得以顺利的来进行。我是秉承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与中华民国蜻蜓协会的副理事长杨明恩老师，以及辛苦的转播团队一同来为您服务。老师早安。早安。是的，老师，我想我们一开始还是得要来服务一下旧雨新知，因为蜻蜓水球这项运动，如果单看是蜻蜓或者是水球的话，可能大家都略懂，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比赛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奥妙，还要请教老师了。其实这就是水上版的篮球或足球啦，所以大家如果看篮球、足球，然后再来看这个现场看，就知道，好像就是那个回事，就是划船打球。划船打球，就等于说是在水上的篮球或者是足球，但是你的载体不是双脚。对，就是用船，所以就是要去学一下怎么样划船。所以你第一个你要玩蜻蜓水球的话，你得要先学会划艇。对，那一定要的啊。那个有时候因为我们这个船就是
它两头是圆的，所以你一般如果在外面可能划过平台洲，或者是那个海洋独木舟，那个船比较尖，所以它那个船可能会好像你用力会往直的划，但那两个头是圆的，你划一开始它会左右偏，哎。所以其实蜻蜓跟我们一般去看那个独木舟，感觉起来是不一样的。其实蜻蜓就是独木舟啦，其实是一样，只是就是刚刚有讲到尖尖的头跟圆圆的头，对，这部分尖的头那个会破水啊。OK， 你圆的头，它就是你很灵敏，你碰到桨出力，左边出力，它就会跑，右边出力又会跑，所以你一开始不会抓到那个，就是让它滑直线的。哇，所以你不会滑直线，那你就打球也不用讲。打球啊，因为你根本就拿不到球，球在你前方，可是船好像没有，你的艇好像不是朝你想要的方向前进。是，所以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但是不会太久啦。哇，所以这个是的确哦。你光要玩这项运动，你先有一个基础，就是你得要学会怎么样来操控你的艇啊。对，而且这个船也算是比较，就是 size 就跟人差不多大而已，所以那个真的很灵敏。对，相信在控艇上面还是有非常多的技巧。不过我们今天在转播场次所要看到的第一场比赛会是奇奇队来面对 Black Marlins。那我想，Black Marlins 这边的话，它是来自一个新加坡的队伍，而奇奇队的话，它里面它的阵中有非常多优秀的选手，也包括了我刚刚看到右上角杨明恩教练。教练，所以你现在坐在我旁边这样我们就偏心这样。那至少这一队应该有蛮多人是可以给教练您来介绍一下喽。以我自己所看到的啦，奇奇队这边在阵中7名这边是8名的选手，里面有5位选手是我们2024世锦赛女子队的选手，那包括了安琪、明娟，还有慧琪、维新跟陈琪。所以会叫奇奇队是因为安琪跟陈琪吗？没有，还有一个陈琪啊，你看1、2、3，有3个琪还有刘慧琪都是琪，所以才会叫奇奇队。对啊。那除了这5，所以如果名字有琪的可以报名都可以加入。那要怎么报名？就这里没有跑。好，那这个是 Black Marlins 跟蜻蜓协会报就好。跟蜻蜓协会报。Black Marlins 的话是来自新加坡的团队哦。那我想，我们如果是讲到新加坡，因为在男子组那边也是有新加坡的球队，那我想都是来势汹汹哦。因为新加坡其实在蜻蜓的这项运动里面，我相信在亚洲是非常强劲的一个国家。对，是。所以老师，你们之前有跟这个队伍有对战过吗？我们通常都是赢的啦，通常都是赢的。没有，但是他们因为新加坡跟台湾一样，但是新加坡更小嘛，所以他打这个的人也不会太多了，所以你打到一定的程度，就觉得国内对手好像没有很强，然后就打遍天下无敌手了，想要往国外走。对，那台湾就是好地方，因为就可以顺便来玩一下。宝岛。所以他们晚上的行程都还蛮满的。那晚上的行程是你们会跟着他们一起去？就看他们有些就顺便来台湾，比如说，士林夜市或什么夜市？对，士林夜市、圆山、阳明山上。对他们如果有办法留久一点，其实他们有很多也是上班嘛，所以是都就是为了热爱蜻蜓水球，然后这边有比赛，然后就尽量不请假情况之下，他有可能是飞礼拜5晚上的，或那个红眼班机，或者是比如说今天打完，他可能凌晨的红眼班机飞回去，刚好就去上班，刚好去上班，所以这表示好硬哦，也没有办法，就是热爱这个项目，然后刚好这边又有比赛，然后又有好朋友，又有好玩的东西，所以这个才是就是运动的那个。对啦，我们享受的地方嘛，最首要的，尤其是蜻蜓水球，其实在亚洲现在算是慢慢的有发展起来了。不过，其实对于很多观众朋友们来讲的话，也算是一个比较新奇的运动。那最重要就是在亚洲这边先以球来会友，能够大家聚集在一起，其实那可能胜负这件事情倒也还好。对啦，所以其实，在欧洲这就很简单，因为欧洲开个车就过去了。是，除非你从那个波兰开到西班牙，那比较远。但是他如果在什么中间荷兰啊、比利时、德国这种、法国这种东西，那开车就开个十几个小时也都到了，而且他船你可以自己带去。那亚洲就比较麻烦，亚洲因为每个都要坐飞机，是。你看如果他坐飞机还要带船来的话，那就麻烦了。对，所以其实这项运动，包括老师刚刚有讲到的，其实在英法德
还有像荷兰啊、意大利，其实都算是还蛮盛行的，尤其是在这种加拿大、美国、加拿大、美国、加拿大、哦，加拿大、美国是还好了，因为它地太大，是，但欧洲它比较人跟人比较接近，对，你开个车3小时、5小时就跨国，跨国就可以直接过去比赛。好，那在我们现场哦，在 A 场地这边，因为在场地还需要稍微整复一下哦，所以我们也是稍作休息，等等再回来了。
欢迎回来 ，Blake Merlins 要来面对到的是奇奇队，这也是我们在转播场次所会看到的第一场比赛。那刚刚也有提到 Blake Merlins 这个来自新加坡的强劲队伍，在世界的排名第12，在他们 IG 自己写的亚洲排名第2。但是刚刚老师有提到，奇奇队在面对到 Blake Merlins 的时候，这个胜率是比较高的。这场比赛在中场的争球抢到第一波球权之后，正式开始。他们新加坡就是这个 Blake Merlins， 他是很多是国家队啊，是，所以在上个月的世锦赛，对，在中国的德清办的时候，他们是新加坡是12名。对，因为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他们就是把在上个月世锦赛的那个成绩拿来当做他们最后的 ranking。对，所以我们就不承认。没有，我们是分组预赛的时候不小心自己把自己输给伊朗。哦，算是我们自己输给自己。那我们这场比赛就算是要来真的验证一下自己的实力了。第一波球权是掌握在 Blake Merlins 的手上，他们是以身上穿的这个背号来讲的话，背号1号是 Shirley， 然后9号是 Patricia， 然后3号的话是 Emily， 然后4号的话现在也有在球场上面呢是 Averia， 然后以及背号7号的 Hop。背号8号的 Ashley， 背号10号的万，以及背号2号的 Wei。那在奇奇队这边的话，则是安琪1号，然后背号2号的话是洪一方，然后3号刘慧琪，4号许维新，6号的谢明轩，10号的王颖欣，以及8号的陈琦。不过在场上的话是只能有5位的球员。对，所以他是一队可以报名10个人啊， 10个人，但是那一场只能8个下。对，有3个会在旁边，3个在后面 stand by，然后5个在里面比赛。好，然后换人可以随时换，就自己一个下一下一进这样。对，这样就可以自己换，不用喊暂停了。是，但是之前比较初学者或其他不太会的队伍，他可能还没下来就等出去，这样就有一张牌了。对，一张牌就就是要少一个人。因为其实我们一般会就像是我们刚刚在开场的时候有提到，如果要看这个轻艇水球的话，会就是可以去算是观摩一下像篮球或者是足球。但我后来在聊的时候，我才发现还有一个球类运动，其实跟轻艇水球的规则非常非常的像 ，hockey 冰球，因为冰球也是属于这种你可以自己换人。但是如果当你一被抓到，因为可能你在换人的这个过程中，人下去的比较慢，然后呢，或者是人上来的比较早的情况下，只要球一跑到你身上，哇，那这样变成多打少，你变成场上有6个人，对，就直接犯规。对，然后轻艇水球也会发生这种事情。对，你就要4个人，少一个人在后面，就后面4个，前面4个。而且轻艇水球现在也有 power play 对不对？对，在2018年左右的时候开始的。对，所以对了，因为他有拿武器嘛。也不是武器啦，就工具。对，还有奖啦，所以他就是为了保护球员，他不让有人有那个过度的那个攻击行为啊。是。所以如果你有拿奖去砍到人家的手，那个
犯规就很严重，直接绿牌或黄牌就给你判下去。对，绿黄，然后还有一张是红牌。红牌就是可能骂教练、骂裁判骂裁判，或直接拿奖就去打对手。所以那个还算是比较少见的。应该没有人会做这种事吧？红牌不是只有比赛红牌啊，那个学会应该禁赛啊。是。不过如果等我们看到绿牌跟黄牌出来的时候，这个就是要出去判罚2分钟了。对，现在都要判罚，所以他其实国际总会上，因为他绿牌跟黄牌现在感觉没有程度上拉开。对，所以这个还会研究中啊。因为现在看起来的话，只是就情节的严重性啊，然后给你绿跟黄，可是你的罚则是一样的。对，就是你 power play 得完分以后上来，你就回来。对，好。所以我们再回到球场上面因为奇袭队刚好教练就是在我身旁的杨明恩博士了，所以奇袭队以现在的这个防守阵型上面来看的话，1-3-1，对，1-3-1比较常用，因为他们前面有一个可以去看哪个去骚扰一下对方的进攻，然后哇，结果马上被攻破球门，Black Marlins。尽管是面对到奇袭队的1-3-1的防守1-3-1有时候就第一支，如果他们机动性不够的话，因为1在中间嘛，然后他左右如果可能把人家骗到一边来，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一个洞。对，所以要大家都要知道在干嘛。所以光是这个防守阵型，其实就还蛮花时间练的对啊，所以你看，你要会划船，你要会控球，会接球，然后还要跟人家那个船挤来挤去，前进后退那个都要，所以，但是很好玩的，一定是好玩的啊！而且现在我们所看到就是公开女子组嘛，那公开女子组其实也有很多人，其实现在是社会人士，所以像教练刚刚所提到的，我收到了2个这个。算是先前的这个殴打单啊。那我第一份收到的时候只有6位球员，第2份收到的时候，突然间变成7位球员，有人迟到了哦。有人迟到等下罚钱，请饮料就是生气。不过因为公开女子组都社会人士的情况之下，其实也蛮辛苦的，因为你等于说就是你平常上班之余，然后你可能下班之后还要练球，假日的时候要比赛。不过奇袭队现在把分数给追平了，1-1。现在在上半场的10分钟里面已经过了一半了。2队在进球的效率上面，现在看起来都不差，都能够有攻破1次球门的机会。2队是水准是有的，所以他要进攻不是那么容易啊。因为可能昨天的比赛可能看要进攻很多，就2队落差很大，一个防守起来就快攻，对，那个分数就拉很开。不，今天其实都已经算是进入到决赛的这个赛圈了，包括是我们这一场比赛赢的话，好像就是进到冠军赛了。对，所以这一场也可以算是这个准决赛4强的准决赛。这一场应该最重要，因为赢了就冠军，输了就打3-4名，输了就打3-4名。对，哇，所以这场比赛还蛮重要的。对，教练，你心里面会不会很忐忑？不会啊，这个就是交朋友啦，交朋友。好，以球会友，我们还是得要记得这4个字。现在在外围控球的是 Patricia， 然后在分边给到 Ashley， 中心地带。不过这一次奖是有立起来，再给回外围。所以其实防守很简单，就是你球门前你要帮忙。对，大家互相要协防啊。对，进攻也很简单，就是把你防守中间骗开。或把它开动，对，尽可能的让球去移动啦。那因为毕竟这个可能比我们一般在球场上面用双脚来移动的这个灵活度还要再低一点，所以你真的球只要是一个空档的话，应该都会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空档。不过现在奇袭队把球权给拿回来，直接往前面甩，前方现在算是多打少的1次机会。不过 Black Marlins 已经有人先回来立奖了，这次的射门有梅开2度，奇袭队现在把分数超前，所以他得分的 timing 比较简单的，就是像这种空门当然最简单嘛。对。然后第2个就是这种单刀，这是单刀嘛。但是你要把那个机会做出来，转换快攻的机会哦。现在拿到分数的领先，上半场的时间还有3分02秒。
那也像是篮球一样啦，所以在蜻蜓水球上哦，也是有这个你一次的进攻时间是60秒。对，是的，对60秒了，因为这个改没几年了。哦，对，这个也算是新的规则嘛。它也快要变旧的，因为它那个大家也要习惯了啦。那这个就是要加速比赛的进行。对，所以现在那个可能2年后会实施一个新规则，就是第2次进攻变30秒。对，就是你要再更快。只要你球有碰到那个球门的话，再下来。对，你有射门的动作出去以后的下一次的进攻，对，就是30。如果是你还拿到球的话，不过现在还没有，现在还没有。对，现在就是你还是会回归到60秒嘛。对。我看起来奇袭队在防守的阵型上面真的做得很不错，Blake Merlins 还是找不到机会来出手。对，他通常会一个人在里面的，但一个人在里面，人家3个在前面挡你，你还要想办法再进一个，去把他看是怎么把他骗开。所以他如果要抓出来，看他球有没有传好，没有传好就又换人家的球了。球权再度转换回到奇袭队的手上。我们前面的摄影师，他应该也不是算是摄影师，算是我们的联络人。他是有在看了稍微大概10到20分钟之后，他来问老师说：“老师，这个运动核心需不需要很有力？”蛮需要的哈。我现在看，我真的觉得哇，很累，尤其是你最主要是你的上半身哦，那个应该会非常的强壮啦。你核心真的都要巩固住哦。对，长滑就好了。长滑会习惯是不是？对。奇袭队的球权，现在我们奇袭队是领先的一方，领先了1分。这边球是稍微被奖给干扰到了，不过球权看起来是没有掉。抢在前面的是，所以他常常用那个叫做 T， 以前叫 T 字形护球了，就是你把传打。跟他变成 T 字形，然后他就抢不到你的球，就稍微用你的挺啦，当做你的这个掩护。对，所以这是基本功啊。所以控挺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到中心地带之后向前滑行的动能，不过这颗球是没有传进来，但球权还没有掉。哇，这一次的射门，奇袭队在上半场现在梅开3度，3比1。再来重新看一次，这个也是找到了在右下角的一次空档这是陈奇。陈奇他比较厉害的就是从他刚才位置射门的。那个位置算是他的哈送。对，那个吃饭的地方。吃饭的地方，刚刚也是有把握住。上半场剩下最后大概30秒左右，这一次蒋又有把球给挡下来。这或许是最后一波的进攻机会了，球权还在 Blake Merlins 的手上。对，他其实也跟篮球一样，就打最后一波。对，最后一波。最后一波大概，他大概是几秒钟的时候启动会是比较好的？大概10秒，剩10秒，那就是现在喽。对。那现场的话已经有在倒数了，看看有没有出手机会，没有，球进来。那这样的话，上半场结束，奇袭队3比1，尽管是第1分是 Blake Merlins 所拿下来，不过奇袭队随后梅开3度，现在分数领先2分。中场休息，我们也同步的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了。
奇奇队面对 Blake Merlins， 现在要来到的是下半场的比赛，同样也是在中场的争球完之后，下半场正式开始，10分钟的时间。那奇奇队目前分数上面的话是领先的2分，在上半场算是发挥的还不错，而且平平的是有找到这个射门的机会而且至少其实在防守的阵型上面尤其是在比赛的后半段。在上半场的后半段，并没有给 Blake Merlins 有太多的出手空间，我想这个是上半场做的很不错的事情。接下来就要看下半场 Blake Merlins 的调整了。不过第一次的出手是我们奇奇队。其实奇奇队他的队员很多都是那个竞速选手，所以他基本功或是他的基本的速度都会好一点。对，因为我有看到一个就是在 Blake Merlins 这边背号1号的 Sherlin， 他在他们自己 IG 上面的介绍所讲的是 Watch out for our speeding 。OK， 结果现在他面对的奇奇队有很多其实反而是竞速型的选手，那他的速度优势好像就没了。难怪我现在还没看到 Sherlin 这个箭头有跑得出来的机会。对，因为我们像这个3号刘慧琪，他也是我们现役台湾滑最快的前几名哇，所以奇奇队其实算是一支速度非常快的球队现在马上又把球权给拿回来了。这一次应该就是要来拼速度喽。前方的话应该会刚好是蔡安琪也是，你之前是竞速的。比了一下之后没有出手，选择要慢下来，因为看 Blake Merlins 这边回防来得蛮快的，再拉出来重打。就是之前规则，如果像欧洲队伍，他之前那个，比如说他3-1领先或2-1领先，他就把球玩了3分钟。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60秒的出手限制嘛。因为你要超到那个技术好的，那你超不到差。对，这个跟篮球早期的篮球还蛮像，可是这个早期篮球要回溯到可能60年代的时候。对，当时可能最有名的就是麦肯嘛，那麦肯的话就是一个人拿着球，然后运着全场，那时候还没回场，所以你就是拖着时间，反正你分数是领先的。对，急的人应该不会是我们。是。但现在的话不行啊，60秒，而且像老师也有提到，说不定等未来之后也会再效仿这个篮球的秒数限制，就你可能第2波的进攻变成是一半的时间，30秒。对，这是比较有共识的事情就是这样，因为所有的运动都是一样，就是要快、好看、刺激、对抗。因为我们希望回合数是增多的啦，大家要积极的去寻找这种出手的机会，不是说去拖延。对，不然有时候。对，有时候如果没有60秒，大家都不进攻，对，比赛变得有点沉闷带着球跑来跑去。所以他都有一些理由的。蔡安琪，所以不过其实说实在的，比赛如果说它回合数多，甚至像什么身体碰撞，像赛车的话，就是希望这个超车的镜头多。对，他车祸很多。车迷进去都是要看 car accident 的。没有，我们是和平的。所以比赛要精彩了，大家才会可能比较容易去关注到。不过相信这一次像奥运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轻艇激流嘛。对，所以他轻艇激流多一项叫 kayak cross 那个他就是走到那个运动的那个叫术语是叫做政治方向叫政治正确，是。然后 kayak cross 也是搭上那个运动正确那个，因为他真的好像顺水推舟了啦。因为他真的比较刺激。对，而且他也是那个法国奥会筹备处那个Tony，他是那个就是斯拉隆，就希望他奥运冠军3次。然后他又是奥运筹备处主任，然后又奥运又要往那个什么年轻刺激去，所以 Garcos 就进去了，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之下。对，所以这个有很多也是有很反弹，因为竞速有本来12面奖牌就2项就变成 Garcos。对。我当然对于原本在练轻艇激流的选手来讲，就是机会就来了。对，好，现在要拼速度。往前推进 ，Blake Merlins 也是跟在旁边，所以往后甩，先拿回球权，奇奇队。但其实我有跟那个我们奥运的男生就是吴少璇，是他讲说，你应该
专心打滑卡 cos 啊，因为他其实他还有其他的项目吗？因为他 polo 也打不错啊，他也有来玩水球，对他 polo 打不错，然后又很快，你可以去撞人家。但是外国人还是比较强啊，是。但是他卡 cos 的排名还真的是比他的沙龙排名还前面一点。不过应该就是爱蜻蜓的运动，所以只要能够在蜻蜓上面做任何事情，选手们应该都还蛮欢心的。最好是有一项运动是我就在蜻蜓上面做就好了，应该说有一个工作，我就在蜻蜓上面做就好了。那也可有，但是有些他们就喜欢打球，所以他们如果不来当裁判的话，你打球也会打得很，你有时候都觉得以球员的立场都觉得教练那个裁判不公。哇，这个是每个运动都会出现，绿牌来了。然后这时候场上是出现了绿牌，这个我们就要介绍这个裁判，这裁判是台湾最厉害，非常大咖的裁判。对，台北市立大学的教授刘德志老师，他也是台湾第一个吹世界锦标赛决赛的世锦赛的决赛。他为什么会吹决赛？因为他裁判真的很公正，然后再来是欧洲国家打冠军找不到第三国。对，因为没有，当然是前面的可能找中立的，所以这样被人家肯定是真的很厉害。那现在的话，要先介绍一下场上的 Power Play Power Play 的话，有 Power Play 的运动其实不多。那刚刚有提到蜻蜓水球现在有，然后 Hockey 冰球也是有，就是冰上曲棍球。Power Play 的话，就是像现在在场上的话是多打少。那刚刚被判绿牌出场2分钟的是奇奇队。那一般的话，在以前18年之前还没有 Power Play 出来，你的这2分钟就是做好做满。对，无论场上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人进球，就是做好做满。但现在因为有 Power Play， 所以呢，像刚刚打的比较多的人数比较多，在场上人数比较多的是 Black Marlins， 所以如果他们等等有进球的状况的话，奇奇队被判罚的这一位球员就可以回来。但如果是奇奇队进的话，他还是得要蹲好2分钟。对，但这常常发生对，少的人会得分 Power Play， 不是少的会得分。这个在冰球里面他们有另外一个名词讲这个状况，叫做 Penalty Kill。我不知道在蜻蜓水球里面有没有这个名词？可能还没有跟上，是不是？但是就这1-2年观察，被判Power Play少的队伍通常还会得分，因为你的人数少了，不是因为你场上少了一个艇，所以你空间就变大了。蜻蜓水球有没有考虑玩个3打3？那蜻蜓水球有3打3，是有3打3的，那它是应该速度会来得非常快嘛？因为对，那不太一样。这样就好，这样的话 Power Play 就结束了。那靠着这一次多打少的机会 ，Black Marlins 在篮筐的右下角有找到了出手的空间。他还是要处理到一个比较好射门的位置啊。那这样的话，奇奇队原本被判罚下去的选手就可以再回来了。这个就是 Power Play。那如果在这2分钟都没有进球的话，你2分钟后你也可以就是再自己回来。对。所以那个现在那个计分板上会有一个小的数字，就到2分钟倒数这样。他就是在针对你的判罚在倒数的。对，今天也看到了绿牌那也顺便来解释一下 Power Play。但说实在话，Power Play 有的运动真的不多啦。基本上我现在所知道就是这2个，蜻蜓水球跟 Hockey 有 Power Play， 就是场上会有多打少的情况，不然一般的话犯规就是犯规啊。对啊，因为它比较不一样嘛，它有工具，它有武器，对，因为冰球其实也有。对，冰球那更可怕，有武器的都会需要，而且冰球是连你脚下的那个器具都是武器，而且冰球那个身体碰撞更可怕。对，他们是有给这种合理的冲撞空间，但他们的合理冲撞空间可能在其他运动里面是超级不合理。好，那这样的话3-2，双方1分差 ，Black Marlins 的球权。不过那要赶快处理，因为剩下对时间真的要不够了，1分半左右的时间。如果以现在所看到的得分效率上来讲的话，1分半大概是1波，可能到第2波的球权，但是有没有攻门的可能性？哇 ，Black Marlins。那这样的话分数追平，所以他现在那个我们奇奇队剩下大概60秒的进攻，看他怎么处理啊。好，如果说现在是3-3，最后的1分钟球权在奇奇队的手上，通常是把它打了玩到最后1波。对，但是有没有机会？你不能都不动，你要去引诱。
那因为大小表的时间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差距哦，所以奇奇队尽可能性的就是不断的攻门。如果说3-3等等，我们就会看到是 Golden Goal。对，因为这场是要决出胜负的。对，一定要决出胜负，不可以有平手，这个是要进冠军赛啊。再次的出手机会，不过有干扰到，球还是有进门。哇哦，这是谁？陈奇。我刚刚说他送是在框的右下角，球门的右下角。哇，不过这一次他是算是一个在中距离的投射。4-3，压力要给到 Black Marlins， 最后的30秒，场边已经在倒数，球还被奇奇队拿到，而且球现在还是着在奇奇，哎呦，有人翻停了，再倒回来，现场已经开始在倒数，这场比赛准备要结束，长射，真的是要击败了这一支来自新加坡的队伍，没有机会出手，时间已经到点了，比赛结束。顺便讲，他那个在倒数结束的时候，球要进框啊，是不是啊？球要出手啊，尽可能的出手，就是篮球的最后想要拼那种 logo shot 是一样的道理。哎，对，所以他还是慢的。是，现在要看一下哦，因为我看画面上面这边是给3-3，但我刚刚看那个应该是有进球的。哦，计分板还是3-3哦，所以刚刚的那个进球没有哦，现在的计分板还是3-3。那这样的话是计分板这边有误吗？还是就是真的刚刚的那个进球是有状况的？现在准备要进到的是 Golden Goal 吗？延长赛？发生什么事？我等一下再跟他们确认。好，我们刚刚看起来是，对，我们刚刚以画面上面看的话，应该是有进的，但我也不确定哦。那现在如果是3-3，在下半场的这个比赛结束的情况之下，进到决赛，进到延长赛里面哦，这个是 Golden Goal 的赛制，所以刚刚的那一球已经确定是不算的了。好，延长赛5分钟，那可能就是刚有犯规了。对，犯规他就裁判没有那个说开始他就出手，这只有可能。所以刚刚的那个出手是不算的，没关系，奇奇队再稍微调整一下。5分钟的 OT 时间哦，这个 overtime 一样是要到中场，大家来竞速来争球，这一波的球权就会非常的重要。抢在前方的奇奇队有没有机会？有，把球权给保护住了。现在先把速度给慢下来，要来打阵地战。我刚刚看刘慧琪的速度很快。对啊，他叫小黑啦。小黑。我每次都跟他们讲，你不要一直叫小黑，因为太多都叫小黑。哦，因为蜻蜓需要晒了。不然因为是我比较老了。哦，是你。所以我从那个小黑看到大小黑，又别队的小黑，很多小黑。哦，结果发现好像每次一上场之后叫小黑，然后一堆人回头。哎，教练是在叫我吗？那是开玩笑。稍微是不是有点传声了？拿不起来，所以还是。哦，现在球是在水面下。对，他的手还是长了一点。不然就可能有一个争球的状况。对。想要往心脏地带来传哦，不过一传进去都是 Black Marlins 的选手。拿到球权，现在是要压快，但是他没有压快。压快的话可能是空门，但是现在应该来不及。所以 OT 是 Golden Goal 没错哈。对，就是只要有任何一方有攻门成功，那就是比赛结束。如果没有的话，就要再一个 OT， 就再一个5分钟。所以现在机会是来到 Black Marlins 的手上。一路的往前压，哇，慢慢的被推回来，先赶紧分给队友。不过应该是掉球了。好，前方有快攻的机会，一样事先往前甩。犯规了，这边有犯规出现哦。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得分机会，然后那个新加坡队他做一个就是妨碍射门或妨碍进攻的一个犯规，就会判到这个。你在距离上面的话，好像是要给1公尺，很近的，对。他要往前射，然后讲压很近。对。这时候罚球。昨天有罚球吗？昨天我没有注意到。
那可以看一下罚球。6米的罚球，不是没有那么长，没有那么长，是4米还是4.5米？哦，但这个罚球其实就跟足球一样，就是会有一个守门员，奖是立在这边，但是这球如果有，比赛结束。对，没有的话就看球掉到哪里，有时候不小心射出界又不一样。执行罚球的是陈琦，陈琦现在是那个硕士班1年级。硕士班1年级哦，进了！比赛结束，奇奇队，哇，不愧是陈琦哦！今天在奇奇队里面，包括我刚刚看到刘慧琪，速度非常快。陈琦在这场比赛哦，他个人是不是蛮多的帽子戏法，是不是有进3颗球？有可能。哇，不愧是奇奇队，双旗的队伍哦，不是3旗，还有一个蔡安琪。好，所以名字里面如果有旗的可以加入观众朋友，也欢迎加入奇奇队。那在这场比赛，奇奇队最终在延长赛里面呢，拿到了这个罚球，也顺利的进球之后，是取得了比赛胜利，也顺利的晋级到了我们在下午场4的冠军战。恭喜奇奇队！好，这场比赛呢，在这边也要画下一个句点，我们也稍作休息，等等马上再回来看精彩的蜻蜓水球赛事。好，来看到我们下一场公开男子组的赛事，那这个是国立基隆高中要来面对到是 CPS 这一支队伍，它是由郑世飞老师所带领的一支队伍哦。那我相信以康桥高中来讲的话，基隆高中这里算是一个他们的这个主场啦。那他们在这场比赛所要面对的是基隆高中。哇，这2支队伍现在在公开男子组的赛事里面哦，也是要来争夺冠军战的门票。比赛也是正式的开始。就其实基隆高中这一队基隆高中，那其实是就是学长带学弟。好，所以其实跟 CPS 有点像哦。对 ，CPS 也是很多学弟大以前的学长。对，大家就是斗法。然后 CPS 这边的话，因为我刚好就是有认识到这个康桥这边的老师啦，所以有稍微去询问他们哦。那这个 CPS 的教练是郑世飞，那他们这支球队还蛮好玩的，因为包括是陈荣达还有吕清宪，那他们的话其实都是在北体五专部的学长弟。他们就是不是同学，对，同学啦，对，这是在同学。那这3位球员呢，就是在 CPS 里面哦，然后一起的把这支团队给建立起来。那其中呢，也包括其实他们这支球队还蛮豪华的，像黄腾辉，这个是玉成高中蜻蜓队的教练，对。然后还有黄妍仪，这个也是在北市的全民运代表队的选手嘛。那他也是我刚刚所讲到他们学长弟体系的其中一个，因为他也是北体出来的。那他应该是这个郑世飞老师的学弟。然后他们的这个阵容里面呢，还有2位的选手是黄品汉跟吴宗彦。
那他是在康桥的，他是算康桥的小朋友，这个很优秀哦。对，刚从澳洲回来嘛。马克就黄品汉，他从澳洲回来，然后吴宗念也是从澳洲回来，对他也是，他们两个都是在澳洲念完大学，然后在大学的时候也都是有进入到澳洲的这个轻艇的国家队。对，非常神奇吧？这是应该台湾少数的选手可以去当别国的国家队，对，到澳洲念大学玩轻艇，然后还进到国家队，这个是 CPS。好，那基隆高中这边的话，则是在选手上面配到3号的萧伟成、4号的庄哲伦、5号的陈宏宇、6号的李永旭、7号张玉阳、8号简少宏、9号的侯宇阳以及10号的赵子欣。哦，选手其实蛮多的，这边有到9位选手。那其实他主要就是学长，大概萧伟成3号，然后李永旭、简少宏8号，李永旭是6号，赵子欣10号，这个都是国家队的，就是主力了。主力哦，哎呦，是我们中华队的主力。对，好，然后 CPS 刚刚讲的那个是前主力跟新主力。好，接下来就要来看一下这一场比赛喽。那基隆高中的话，是在前2分半左右就有一次攻门的机会了，而且顺利的破门。对，刚刚是6号，还有一个长射空门。刚刚是李永旭。对，所以我们这场因为竞争比较激烈，我们还请那个新加坡的伊万当裁判。哦，他是那个亚锦赛的裁判长。然后他因为新加坡就比我们好，就是他英文好哦，在沟通上面会比较所以欧洲的比赛，欧洲的什么俱乐部比赛，还是会找那个伊万去当裁判。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讲第3国。对，球权转换喽，这次的射门，但是没有碰到球框。对，像10号赵子欣。我们还是广告一下，他大学是念台北海大的。哦，那也是老师您的学生喽？是，因为老师您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老师哦的教授。6号跟10号也是，都是您的学生。所以李永旭跟赵子欣，他代表的是国立基隆高中哦。有一个2号跑去那个什么怎么念啊？那个什么。摸一什么那一队去他跑到了另外一支队伍，是不是？因为他自己去带一队，就是这个台湾 Morin 嘛。对，胡君汉，他自己去带了一个队伍。所以原本的话，台湾 Morin 没有的时候，君汉是在基隆高中的队伍里。对，所以他本来基隆高中他的队形还蛮齐的，就是这5个人，结果现在少了他。没关系，不会这样的话，代表竞争的队伍多嘛？哎呦，他是做了2到3次的假动作，不断的在寻找机会，把节奏给转换了完之后，现在基隆高中2-0领先。简少宏的那个基本功就是这样，他因为他手长可以做很多假动作，然后你守门员就要去判断他哪一个才是真的。如果像一般我们手也很有力，对，那一般我们手太短的就手出去球就飞走了，所以他还手又大又可以抓回来。他可以这样抓了，然后好像要投，又没有要投，对，跳进去又跳出来，跳进去又跳出来，所以就比较有外国人的那种打法，而且手长脚长哦。其实，因为我们一般在看其他的运动的时候，会看的就是身材啦。那轻艇水球也要看身材，可是要看比例，不是说你高就一定是好的，因为高有时候重心太高不好打。对，主要的话是比例。这样子的吹判是什么动作呢？那个进攻的队可能有碰到，就是碰到防守的就是进攻犯规了。进攻犯规，所以他是手会像是拉汽笛一样。对，成龙打就在那边笑，和裁判你又乱这个好像他会听得到，没有啊，其实他们笑而已。其实他们打很久了，是我们蓝色窗帘啊，大家其实都好朋友。对，他们打很久，其实他们就是那个全民运那个新北市跟新北这个基隆市基隆市基隆高中是基隆市，对，所以他们才刚被电而已。他们才刚有面对过新北市电了基隆市。因为新北市这边的话，其实 CPS 真的有蛮多代表选手，包括我们刚刚讲的陈荣达，然后清宪，还有郑世飞老师。
那我刚刚所说到的台北市只有黄妍仪啦，那基隆高中这边的话，就是在基隆的这对，它主要是个代表队嘛。对。所以在全民的时候是新北市赢了1分，但现在反而战况的话是倒在基隆高中这里哦，有2分的领先优势，而且现在球权又拿回来了。因为这个球其实就不知道会怎样啊，就球是远的。对啊，球是远的，真的是要打了才会知道啊。哎呦，这一次是想要射门哦，有射正，但是力道不够。对，这是他能力可以到了。那这样的话，他的狙击范围还蛮长的哦，还是男子组都有这个狙击范围，男子组都有啊。那这样的话，男子组真的是防不胜防，因为刚刚女子组反而没看到什么这种。有啦，那个等一下看台北海大那个6号简奇允，他的就有这种能力，他的就射蛮长距离的。等等再来看一下，现在先来专心来看这一场公开男子组的赛事。我们的国家队在去年那个美国那个世运会就用这一招把刘星给处理掉，因为他就3个长射，然后3个长射都进了，就人家看你没有，人家看你没有啊，我就出手，然后就刘翔纽西兰就史上第一次输中华台北这样。所以代表我们在蜻蜓水球的这块这个战法越来越多了，策略上面也越来越好。不太容易了，就他们其实都有这个能力啦，每个都有，大概长射是基本功啦。对，因为你有时候攻守交替的时候，有的人的位置就是会出现这个位置。你不能说只有10号会长射，要等到10号球长射再给你，就跟篮球场上面一样啊。现在其实大家都是要有中锋都出来打3分的，中锋已经不只是要策应了，你也要有投射能力。好，在篮筐底下，这次蒋虽然有立起来，但完全来不及。这个4号就是他们学长，给帮他广告一下，他在新竹北那边开健身房。竹北，凯城。哇，开健身房也蛮多人，因为在另外一边，我刚刚讲 CPS 黄品汉，他现在也是有创业健身房。黄品汉跟基隆的萧伟成他合开啊，合开一间，哇，真的大家都是好朋友，对，都好朋友啊。打本来就是会不同队，对，然后打就是会有输赢。他们回去之后会不会？你今天打赢我3分，上半场进了我3颗球，等等重量我帮你加30公斤。啤酒加3手，变成啤酒。哇，到了公开组就有啤酒要出来了，是不是？没有啦，大家还是运动员啦，那个平常在喝还是很节制的。比完可以啦，比完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不过真的的确就是要以球来会友。上半场剩下最后的2分钟，那基隆高中现在频频的是攻门哦，所以3-0的领先优势。CPS 还没有找到机会。这里也有一个吹判，老师，这个踢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他球没有进来，位置不给人家，那不给进攻人的位置啊。哇，所以这两边其实，在中心地带心脏地带，在抢位置上面真的非常激烈，场边的这个哨声四处都在响起，全部奖都举起来了，全部奖都举起来了，哇！但最后还是得以破门。但是他们不是练习的时候会讲说下奖，因为你全部奖举起来，你会被挤掉，是，然后大家全部都奖举起来，这样刚刚是5支奖都在空中，对，所以位置会跑掉啊，因为你又没有一个施力点，所以你慢慢的会被水流给带走，然后变成你的5支奖会互相影响。最后的1分钟，目前球权是掌握在基隆高中。这边又有机会了，哇！突然间找到了一个空档，而且看起来是完全没有人在他前方，所以这次又是赵子欣。球传过来之后，前方完全没有人的奖是有抬起来的。非常舒服的一次出手机会，也有把握到。真的，
那邵子健视野比较好，他会钻去那个没有人的地方。但是这个就是团队分工，有人可能要在中间做苦工，对，然后把人引诱开或怎样，然后队友就要从那个没有人的地方进去接应或组织。再回到 CPS， 这里也是有一个吹判。我们这个裁判也很帅哦，对面那个裁判很有气势，他也是国内的少数几个去世锦赛可以执法的裁判。所以我们刚刚有个刘德志老师在，就是那个陈业凯老师。这个不愧是全国蜻蜓水球的锦标赛，感觉每一个裁判老师来都是赫赫有名哦。对，觉得没有男子组啦，男子组啊，男子组这个有时候因为比较激烈嘛，尤其是公开男子组。哇，这边就是把所有的奖都立起来，有4支奖在天空当中，不过还是给 CPS 有攻门的机会。这个是吕清宪，也是新北市全民运的选手。这就有点可惜了，因为你剩下10几秒，然后被得分。上半场的时间要倒数，最后的10秒钟。不过这个时候又有哨声响起，裁判吹暂停。哇，而且可以看得出来，现场稍微是不是有一点点的飘雨？裁判还给了牌，给绿牌现在又多打了。而且绿牌是给到 CPS， 但上半场的时间快要到了。哦，球没有进，最后再来一次出手，还是被奖挡了下来。好，上半场时间结束，国立基隆高中4-2，2分的领先。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了。CPS 面对国立基隆高中，目前双方在中场结束的时候是2分的差距，领先的是国立基隆高中。不过，如果是推到他们之前的一个交手的话，新北市全民运的当时在嘉义的那一场哦，最后拿下冠军的是新北市代表队，而 CPS 这边屏东的是新北市，对，嘉义的是基隆市啊，嘉义的是基隆市哦，所以这两边的话都是各拿下1次冠军过。没有，其实全民运在台湾办那么多届。只有3次不是新北市拿冠军的，非常强劲的一支队伍。对，那有一次是 CPS 里面哦，就有非常多来自新北市全民运的代表队选手，所以对，像吕清宪3号，对，他自己就当老板，他其实 CPS 他们所有的奖好像看起来都是他们家的，那个戏。他要得了1分。好，那现在的话，虽然球队是落后的，不过在下半场很快的就有攻门的机会。才刚提到吕清宪，他现在就有画面了。
而且这一次看起来是1对1的这个进攻哦，直接硬吃啊。对，1分差。球权再回到基隆高中的手里。基隆高中在上半场是能够拿下4分的，这个得分的火力也是非常高。哇！裁判吹的，不然这个是好妙传。对，这个是非常漂亮的球，不过在第一拍是有吹哨，再来重看一下。哦，这个吹是吹，应该是吹那个他们有撞球那个球门啊。哦，应该是，怕你看不出。是，哦，不然刚刚他那颗球是传的看慌了，假传真投的那种感觉。他们其实秀了一手。他们其实今天好球的球员，他其实那个整个球场的位置都在他头脑啊。对对对，就习惯了啦。你平常在练球，你练久了，大概也都知道你的力道要出多少。又有破门的机会，庄哲伦。庄哲伦就是他们的学长，然后服兵啊，但是体能可能没有像学弟那么好，但他就很会向准那个就射门的那个 timing， 马上就下去换人了。基隆高中现在又再多领先1分哦，5比3，2分差。CPS 虽然有找到攻门的机会，不过现在看起来也没有办法阻止基隆高中。比赛还很长。好，当然比赛还有大概7分半左右哦。再分给外围。阿飞老师给到中间，不过这边发生了一点失误，吕清现要向后退。再还给阿飞，直接进入到中心地带，再往旁边分球，但这一次蒋有力起来，这个射门直接被挡掉。球权再回到基隆高中，试图从中间要阻止这一颗球，有人直接被推到翻艇，不过球权还在基隆高中手上。拿球的可以推他，所以他控球1公尺内范的就可以推了，是，但不能乱推啦。乱推就是会犯规。CPS 球权拿回来，我看起来 CPS 这边现在还没有那种打快攻的机会哦。哦，这一次是撞柱，打在了门柱的上缘。裁判判给基隆高中的。基隆高中的球权，大家赶紧要回防。前方是2打2，用奖将球拿起来之后晃了一下，再给到旁边的队友，但这次的射门还是被挡掉。不过现在场上的时间还是足够，领先的是基隆高中，而且他们领先2分，所以他们会是比较没有压力的。其实还是要继续进攻啦，不然如果你停下来进攻，你那个防守会压上来。对，但是因为两边都是老经验啦，所以就看他们怎么玩。反正60秒的进攻时间了，出手时间。哦，选择要自己把球给带进去，再分给外围。好，要出手喽！哎呦，差一点 ，pedal hit， 差一点点。但球下来之后，现在还在基隆高中的手上。哇，这个是误打误撞捡到了这颗球，队友在旁边都笑了。对，连庄哲伦自己都笑了。庄哲伦想说：“我其实待在这边在移动啊。”对
他这场就又得了3分了。其实这个算是简少红在旁边有帮他助攻哦。对，因为刚好蒋有挡到这一颗球，所以你一个队也要打很久，这样用眼神就知道。哇，那这样的话，今天庄哲伦的存在感非常的巨大啊。他在嘉义那次全民就是当这种角色哦，就是上来当 finish 的。没有，他就是大家都主要对阵的人都咬死，他就换个人换他，然后新北市大概就比较没有防到，然后就砍了3颗，就是可能都在看其他人，反而是把他给漏掉了。3分差，假动作，第2拍还是被抓到，往前甩，这个是一个快攻的机会，但现在就要看前方的落位，已经有2个人在守了，这个箭头有跑出来，不过是被对到位，在侧边。看起来有机会出手，但这一次的话是没有把球丢到框里面。可能他那个队友的位置也不是太好。对，因为队友其实第1拍虽然在前面，在前面是萧伟成，不过这个球，这个 CPS 有2名球员就一直盯着萧伟成。这个球换到 CPS。2只奖励起来，再换一边 ，No looking pass， 在中心地带，又撞到守门，又撞到守门员。对。但是这个时候，那个3分钟 ，CPS 可能就要采取那个比较积极的防守，对，他们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哦。好，这一次的出手也是直接被挡掉，但是时间是1分1秒的在走 ，CPS 的压力，这落后的3分会越来越大。对，我们在就是交第2天的赛程是有得分后停表了。昨天是10分钟不停表，就是一路走到底。对，这战术上就会有不一样。因为如果10分钟不停表，像这种情况就有可能故意不要认真去捡球，但是也不能那么故意啦，因为还是主审裁判会去看。这个球回来还是在基隆高中的手上哦，球有被干扰到，因为是吕清现，而且前方完全是多打少的机会哦。CPS 直接出手，这次是给到陈荣达 ，Randy 陈荣达，他也是刚刚所讲到的，算是 CPS 在北体的这个3位学长之一啊。而他们3位都是到北体之后，然后开始接触到蜻蜓的这项运动。对，那个时候一路到现在，应该也是30几年的岁月了、哦。就不要算了。但是男子组应该可以啦，女子组我就不会讲是几年岁月了。出手是被球门盖了火锅，刚好打到了球门的下缘，不过球权还在。2分差1分半啊，感觉这个时间是越来越不够，直接往外围来甩，有出来抓。所以现在在防守上面可能也要比较积极了，看有没有机会先把球给挤掉。但是你积极的防守，就代表说你在这个球门周围的落位哦，可能就会有空洞。对，但是刚刚是你进攻的传太靠近守门员，就会、因为你进攻传还会往前飘，这个也算进攻犯规啦。对，就会碰到守门员，就被判了。好，但是现在50秒的话，看那个这个球就还蛮关键的啊，还是被挡到了。但他一定要进攻，因为差2分差，而且他的时间，所以他得要去大量的增加自己的出手机会。对，但是现在如果不压的话，那个30几秒可能就会顺走，可能就会不见了。看起来不玩了是吧？因为球在这边啊，因为我们这个起来没有人要上来，也没有像篮球要5秒，10秒。哦，对，要过半场那个8秒要过半场。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他18秒，那球就丢掉给他得1分，还是赢这样。对。好，所以现在看起来时间是越来越不够，而且还往前传，有一个空门的。但这边会出手吗？会。哦，所以没有这种没有潜规则，是不是？好，那最后出手一次之后，接下来就是在玩了啦。6-4 ，CBS 尽管是不断的在追分，可惜追不上时间老人的脚步。国立基隆高中最终是2分差。赢下了这一场4强战也是准备要进入到冠军战的一个队伍了。好，这场比赛呢，同时在这场公开男子组的4强战，在这边也要先告一个段落。我们同样也是在这个换场的过程中稍作休息，等等精彩的赛事马上回来了。Shark 运动空间面对 SG Otters， 哇，这个是来自新加坡的一支队伍，新加坡的水獭 Otters。那这支队伍的话，其实在今年度它包括是我们刚刚一直不断提到的那个世锦赛就是在我刚刚问老师位置，杭州北边的湖州市南边德清县。对
德清的世锦赛 ICF 国际华联的这个蜻蜓水球的世锦赛。那他今年度这支队伍Otters 还有去参加的是2024的亚太蜻蜓水球俱乐部锦标赛，最后拿下了冠军。而这场比赛要来出战 SG Otters， 这是我们的 Shark。哇 ，Shark 这支队伍如何啊，老师？现在他其实是主要桃园市的代表队为主，但他加了一个张尚勇，张尚勇就是台中市的主将，台中市的主将也是你看他身材也是台湾选手最好的啦，只是说这次世锦赛他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加入，哇，所以有点可惜啦。对，因为也还是一样，像我赛前的时候有问到老师，你就是有没有专职的这种所谓的蜻蜓水球的选手？现在看起来张尚勇可以啊，只有张尚勇他有机会啊。可是如果是以环境上面呢？环境上面是有机会去养一个这样子的选手，或养一个这样的球队嘛？以现在的环境好像机会不大哦。因为这是球类比赛，你就要像联盟这样有对打。对打的话，你没有4队可能就很难看。你3队打来打去好像也不好看。那4队打可能就可以看一下，但是你不可能每天打，因为他一场才20分钟。他一场其实真的还蛮快的。上半场10分钟，下半场10分钟，然后所以可能再加个停表时间，也顶多就半个小时。对，你可能一天打2个 round， 但是这样子也要看那个球那个什么。哪个企业要去养这些队？对，哇，所以像那个吕清县那个就 CPS 他们有在那个哪里宁波就是浙江的宁波的一个东钱湖畔，他们有曾经办过叫做不是亚太，他现在那办亚太俱乐部。好，俱乐部就是刚刚可能讲那个新加坡有在今年拿冠军那个，然后他其实在之前也有跟国际蜻蜓总会，我们这边翻译一下国际蜻蜓总会啦。对，讲什么华联，我就是中国翻译，我就不是。好，那这个是我失误，老师不好意思。没有华联，因为他们都讲华联，我就不想。我们都翻蜻蜓总会。蜻蜓总会。他有他们在就是 CPS 在那个宁波有办过，就是邀请那个国际很厉害的选手去那边弄个，就是 CPS League、CPS 联盟，他就找6队，大概40-50个国际的人就分成6队，然后他就各去大陆找厂商去冠名。他们就是去找那个赞助商。对，有这种模式，然后就是放网路，看有没有那个流量啊，那先去找厂商，应该赞助啊。我们也是呼吁，如果台湾有企业可以来对他们加入到蜻蜓水球的行列。玩过好几次，但是因为花费是要去问他们，因为你找那个蜻蜓水球需要的花费就是你的这个艇嘛？那不是那个艇，就是你找选手，找国际知名选手来那个到宁波，然后需要出场费，要有些。听说啦，有些 level 不一样啊。level 不一样。像他如果找我去，我就很开心去当观众。所以我呼吁他，没有，开玩笑。就是只要简单的住宿费就 OK 了。不用了，我们自己去看也不错。自己去看也可以。因为我们是真的是真心爱蜻蜓。对，我们是那个粉丝，只要时间我们去看，因为不会太远。但是找他们那个国际的名将来，他可能每一个人可能要住个2个礼拜，然后那个钱50-60个可能就很多钱。其实像这种邀请到国外的球员无论是哪一个项目都是一笔花费了。好，这场比赛也正式的开始 ，Shark 运动空间面对 SG Otters。这两边其实来到中场的速度都蛮快的。对，那个 Shark 运动空间，它有搭配就是几个是。我们这次是 U21男生的主将，是，所以他看起来，你看他的移动，就是移动性就不一样。刚看那个什么基隆高中跟 CPS， 可能看就比较像老人球的，速度比较慢了。因为在国际赛上面的话，蜻蜓水球就是算是有2个级距，然后分男女，就是成年组跟 U21。对 ，U21 以下 ，U21 以下，他其实要15岁以上。因为国际总会没有15岁以下的比赛。对，
看看未来有没有机会有 U15啦。可是现在的话就是2个集聚，所以我们基本上看的话只会看就是成年组，然后跟 U21的男女子组。哇，那现在是不是一开场就有人破门了？对，感觉起来真的是 U21哦，这个速度会来得比较快，年轻人的活力比较满满的。Yes。好，破门的是 Shark 运动空间。那 Shark 运动空间这边的话是包括背号1号的周年宇、2号许晋安、3号的郑伟霆、4号的张善勇。好，刚刚张善勇对张善勇，然后5号的宋典阳、6号简子维、7号的简正言、8号的何尊义、9号的陈徐佳以及10号的陈立凯，10位球员是爆好爆满，而且都很强，都很强。好。那 SG Otters 的话，只是背号9号的 Randy， 背号7号的 Usher， 背号3号的 Leon， 还有背号1号的 Ty， 背号5号的 Ryan， 背号6号的 Han， 背号2号的明，以及背号8号的 Klinsman。他们的这个年龄层上面的话，我以资料上面看了，大概就是落在28到30岁左右的这个年龄层，所以可能跟刚刚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康桥跟基隆高中的那支队伍，他的年龄层可能又会再稍微再要叫哥哥啦。那 Shark 运动空间这边的话，又是再更年轻一点。对，因为他们是 U21的嘛。CPS 他在对就是成龙打女青年，他们可以打世壮运的45岁以上对，他们就是哥哥啦。他会骂我说把他们揭露，把他们的年龄都揭露出来，所以我就不报名世壮运的，因为打不赢他们。好。我们也是 Otters 的话，这边的话就是差不多算是现在新生代的尾巴了啦。准备要进入到中生代左右了。哦哟，现在看起来这个阵地战是抢成一团。哦哟，这个核心出力。所以我就说这是张尚勇，刚2分都这1分、第2分都是他射。对，所以他的身手没有去打世锦赛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哦。因为我们这次世锦赛男生打的快要虚脱呀，因为外国人真的每天练健身房的，虽然我们队很多都健身房教练，但是跟外国人练健身房的还是差很多。是，所以你打个一系列，打个好几天下来，那个强度太强了，都防守都要很用力，所以我们撑不住，就被直接打穿。真的是少了张尚勇。看看未来啦，有没有机会能够也让他加入啊？我们看他有没有时间。这样没吹犯规。因为这是公开男子组，我们前面的时候也有提到，公开男子组上面呢有很多其实算是社会人士，所以社会人士可能不只是工作，你还要顾家庭。对，所以我们有一个那个叫做宋 Gary 宋，他就比赛一半就因为家里有事就要赶快走，所以我们那个禁区又少一个，所以打的大家都很虚弱。对，这个真的就是没办法，这算是现实的这个状况啊。除非说我们真的开始有企业愿意把资金导入进来，然后办联赛。对，因为外国人他就是重量做得重，然后他其实换人很频繁，然后这个我们就人员又充足，然后每个人上来之后，他的体态又很不错。对，我们要用全力去跟人家拼的。然后我们可能人员上面稍微比较稀缺一点，然后大家都要可能一场比赛打好打满。对，现场刚刚其实就有雨势，而且这也是这几天在双北上面的一个天气状况，就是偶尔会有这种雨，但是这种雨的话其实并不算大。这样算还好。摄影师还有戴安全帽。不过这种雨势应该对于蜻蜓水球来讲算是 OK 啦，小 case 还好，除非有这种大爆，那个有打的，那个要停赛，有雷雨的情况之下才会有停赛，不然的话一般基本上是风雨无阻。所以我们前几天也在想说，这个到底办得成办不成？你说因为怕那个天兔嘛，跳进来。对，我看起来天兔对于北台湾的影响到也还好，因为它台风比较小了，比跟前面几个比起来比较小。不过南台湾是有被影响到的。对，因为我看这个棒球的基层赛事是有因为这样然后有延期。对，有一些比赛是有延的。对。
代表说是有积水。哎呀，这次的射门就是7号嘛，这次是7号，是简正言啊。简正言很厉害啊，他这队有哪一个不厉害的？每一个都很厉害啊。学弟就不厉害，还是有一些学弟。不过我们现在看到，包括是简正言，还有刚刚已经先进2颗球的张尚勇，哇，都是非常不错。简正言是后来跑去划龙舟，所以他身上是有亚运金牌的龙舟选手。哎，划龙舟，但划龙舟跟划蜻蜓就不一样了。一样啦。一样吗？我们这个划成这样，划龙舟都赢的。都一样。好，所以代表说，你如果是喜欢水上活动的话，你学一个就等于学好多个，就可以有很多可以学了。你很多个都可以玩了，就是也类似我们在地面上面学走路。那你学会走路之后，你学会跑步之后，其实你就可以去参与很多项的运动。对，单刀直入，晃了2下之后，选择分给外围的队友，用桨把球给停下来，又给到张尚勇。张尚勇是突如其来的突袭啊，但是这颗球是有被桨干扰到，球权还是在 Shark 运动空间的手上。等了2拍之后，这颗球还是选择要来尝试射门。那这样的话，球权还在 Shark 运动空间的手上。张尚勇来发这个角球，而且他们的 IG 都很多人追很多粉丝，有很多好看的，没有啊？这个我就没有机会去寻找到了，毕竟球员太多了。不过我回去之后再来查查看，因为他们身材真的练得不错，身材很不错。哇，这次的射门是给到了在右翼的许敬安、许敬燕。许敬燕他是日安燕。好，这个因为日在上头，我没看到。对，所以他就是那个夏可运动空间的老板。他是老板，应该是老板，他也开了。夏可运动空间是在健身房吗？对，他在桃园有开，桃园的健身房也是开一个就健身房，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听到有3个健身房，所以他们就在不同地方开啊，然后都是开健身房。不过这个应该也是跟他们在日常，因为其实我知道有很多在水上运动的这个身形其实都很漂亮。对。然后你刚好在日常生活中，你也希望你的工作并不是说只是单纯坐办公室，反而会疲累之类的，你可以跟你的运动项目是结合。对，所以他们就开健身房。现场的雨势感觉是挺有感的哦。对。以画面上面来看的话，对。所以裁判也蛮辛苦的。对，选手本来就是在水里面不过裁判其实是在岸上。这次的射门 ，SG Otters 上半场终于拿到了这个进球的机会。这个是利用。其实球路算很刁钻，他也是算射角角嘛。我上半场所剩的时间不多了，2分半左右，3分差 ，Shark 运动空间领先。失误。这次的失误球权再还给 SG Otters。把球给保护住，不过Shark 运动空间是人都压上来，1对1的紧迫盯人啊。这样就有点凶了，因为你4-1的领先。但是有一点凶，很凶。但是代表 Shark 运动空间在这场比赛是势在必得这颗球可惜，这次的出手，结果球是打到了球门的下缘，同样也是撞柱。中奖开始把球往前拨，拿到了球权，向后看了一下之后，选择前方3打3的机会。第1拍有人把桨给立起来，但是球门下有犯规。球门下这边是有吹判，这样子的吹判是怎样的犯规？就球门那个进攻的人就是一样是又撞到了守门员。球权再回到 SG Otters。所以那个看起来大表的时间现在跟小表应该会有大概是10秒钟的差距对，或许 Shark 运动空间等等也是能够有一次类似那个 logo shot 的机会先看 SG Otters 这一次的进攻，还是被桨干扰到
现在看起来 Shark 运动空间，虽然说是年轻人比较多，但好像速度比较快的情况之下，让 SG Arthurs 上来了，对，学弟是上来了，有点疲于奔命哦。好，最后30秒。不过张尚勇是还在场上。他换几个学弟，哇！在乱讲之中，而且是自己的重心没有维持住的情况之下，再来看一下这个重播，他有看到框吗？他有看到球门吗？身体记忆直接往球门一甩，所以那个简正言，你没有认真去看的他，你就会受到创伤。对。4颗球，有2颗是来自张尚勇，有2颗是来自简正言。最后的5秒钟结束上半场。这次的出手没有被挡下来 ，Shark 运动空间还挡2次，厉害。面对 SG Arthurs， 在上半场5比1领先了4分。我们也在中场稍作休息，等等马上回来。Shark 运动空间面对 SG Arthurs， 现在要来到的是下半场的比赛哦。那上半场的话 ，Shark 运动空间张尚勇进2颗，然后简正言也进2颗，许继彦1颗。对，然后最后的话是还有包括了许敬彦的1颗球，5分，现在领先了4分的情况之下，最后的10分钟公开男子组，看看 Shark 运动空间有没有办法再挺进到下一场比赛。下半场的赛事，骑将要来争夺下半场的第一波球权。哦哟，学弟上来，学弟上来也是很，学弟上来也是很有力。何俊毅是他是大溪高中毕业，然后现在在国体大。是，国体大的话就是在林口那边，就桃园啦，他算是龟山。我们一般都会称他们是林口。对。好，那再来看一下下半场的赛事哦。我最主要的话就是包括2个啦，就张尚勇跟简正言现在也都还是在球场上，所以只要是还在场上的话，这2位球员都是非常恐怖的球员。对，真的可以感觉到老师您对于他们两位选手在当时算是错过了这个国际赛事了，有一点遗憾哦。但我讲这场比赛真的可以感觉得出来，这2个选手如果有加入到我们的团队里面，哇，那真的是无法挡啊！至少体力可以分摊一下。因为国际赛的那个强度，不是要经历过才知道。是，我们像这个比2天嘛，但是世锦赛一场就是可能这一场的可能要3场哦，因为你不会休息的，你休息人家是上来压你的。对，体力的消耗上面呢，会比想象中的还要来得大。一场20分钟其实很漫长。
这的话可能还有喘息空间啦。但对，这到他其国际赛上实他的面大家都会压上来。对他的节奏其实还没有那么大。然后现在球权是回到 SG Otters。我现在下半场一开始的节奏是放比较慢，看起来两边要来玩玩看阵地战。以防守阵型上来看的话，这个也是典型的1-3-1。然后进攻阵型的话 ，SG Otters 是1-4哦，有一个人在禁区里面在牵制。但其实也不是很好进。是，因为看起来都没有往球门这边来出手的机会，防守防得不错，都是只能往外围给，所以又给回到高位。心脏地带，这次的出手有背号9号的 Randy 是 SG Otters 的财务长，这么大，他今年32岁了。然后他其实是在一个他的这个介绍还蛮好玩的，他是 a right out beast on the cone， 所以他是他们在球场上面的一个野兽。那刚刚这只野兽跳出来了，我们水獭队后面是要有野兽来保护的。我现在得分差还有3分。夏克运动空间刚刚在尝试要攻门哦，虽然没有，不过这个角球再发出来，一样是从右翼推了一下。还是 Shark 运动空间的球权。因为现在是领先3分，所以 Shark 运动空间在让学弟上来累积经验的同时，是可以把速度稍微再打得慢一点。当然还是要进攻，因为是有出手的这个秒数限制，但是可以稍微等这个更好的机会出来。然后这个是什么样的手势？暂停。这个就是暂停，因为球这是大表的暂停的意思。对，球应该跑出界了吧？因为来到今天的赛事哦，是会停表的。如果昨天的话，就是慢慢让他就走完。对。所以刚刚讲，如果不去减，或假装慢一点减，可能差10秒。对。差15秒都有可能。对，停表跟不停表还是会有差。会有差。体力上面也应该那个感受会完全不一样。不停表是因为队伍现在赛程多一点，所以你也不能说打7分钟就给他就不打了。昨天可能要打到这个挑灯夜战哦。所以这个多打就会多打了，有多打的机会，因为难得来了嘛。是。对，不然你打7分钟就回家，花很多钱来。对对。又有人翻艇。又出去了。绿牌，有人要出去了，2分钟，是哪一边？那个新加坡的 SG Otters。那所以现在是 Shark 运动空间的 Power Play。心脏地带，这次再出手有。好，那这样的话 SG Otters。被判罚出去的球员也可以回来了，所以这应该是送点羊，是不是？这个是对5号没错。点羊算是学弟组的小朋友组的，他是 U21这次队长，是 U21的哦，他是队长。所以是最后1年打 U21。他今年那等于说他其实现在是大3左右咯。对，所以我们在观察，这样认真一点。把他拉到国家队，拉到这个成人组的成年组，但是也要更努力了，因为
其实差了那个 U21，那个等于就是差了一个 level。对，但是你那个肌力什么的心态都要就要成熟，不然很难打。所以他现在是在观察中。哦哟，这边又是张尚勇，哇，真的很强哎。对他真的很强。他刚刚真的是用了全身的力量，直接把这颗球甩到了球门里。再来看一下，连2次的假动作，把节奏给转换掉。那你看起来前面奖都来不及举起来。7-2 ，Shark 运动空间现在把比分差越拉越开。可能是，对啊，那可能是预赛分组的关系，不然我们其他像冬季联盟可能就输他们了哈。对。哦，这次想要射门，但是被挡下来。对啊，不然我们下个运动空间把新加坡打成小朋友。不过有时候就是这样啊，在球场上面，你现在看好像 SG Arthurs 被 Shark 运动空间直接打了一个5分的领先优势，但是 maybe SG Arthurs 在面对到其他队伍的时候，他那场状态好，他又可以把其他队伍直接吃下去。对，所以他球真的是远的，还是要开打才会知道。赛前可能我们都没有想到，对他还有这个差距会来的这么大。好，这时候的球权呢是转移到 SG Arthurs 的手上。这一次的争夺 ，Shark 运动空间，好用桨把球给捞回来。这直接往前甩，学弟上来就是不太融入。对，节奏上面的话会变得比较慢哦。不过我相信这个还是得要让学弟上来去感受一下，因为这就是比赛经验。对，因为成人跟 U21就是好像有那个坎。对，那个坎还是得要越过去。所以刚刚不是也有提到，就现在是在观察这个点洋嘛？对，送点洋。因为如果是最后一年的 U21，那接下来他要去挑战的就是成年组，如果他还想要继续打的话，那他得要，而且要比我们刚刚讲那些成人组的还强。因为学长也很多啊，是学长不退也不能叫他退啊，没错，你要凭本事嘛。因为在赛场上面就是这样，你可能在 U21，你现在已经是学长等级的，可是你到了下一个等级的时候，你突然间变，这次的出手低了一点点。许敬燕有张尚勇在没关系，有张尚勇从后面补了上来，而且他用桨把球直接送进球门，这个 pedal hit 刚好从后面一个拖车上来。再看一下前面是许敬燕单刀的射门没有，结果是这个轻轻松松。这个就很像在篮球场上面刚好捡到那颗篮板，然后旁边完全没有任何防守者，就直接灌了。对，我就直接补灌回去，轻轻桑桑。这场比赛最后的1分钟了，那因为分差其实来的比较大，所以 Shark 运动空间也准备要把这场比赛的胜利给收下来。我们今天在上午场的赛程的话，应该都是比较偏是4强战，就是准决赛。主持人比较认真打。然后到下午场的话，开始陆陆续续就会是最后的名次了，就包括是这个祭奠赛，还有冠亚军赛。传到前面是陈徐佳，陈徐佳才高2吧？他高2而已，那还蛮年轻的哦。高2的话，现在还未满18，所以他也是 U21的代表队啊。最后的15秒。下半场时间倒数10、9、8、7、6、5、4、3。好，随着时间的倒数完，Shark 运动空间要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判吗？
判进了。 SG Otters 的第3分。好，这一分是有进来，不过这一分其实无关这场比赛的胜败哦。Shark 运动空间最终还是以大比分差收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我想，无论是我们刚刚有看到的张尚勇，还是简正言，再搭配现在算是 U21 的队长，也是最后一届的 U21 的宋典阳，还有前面的箭头许敬燕，这一支队伍真的是来得非常的强劲。Shark 运动空间，恭喜你们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在这边也要告一个段落，我们同样也是稍作休息，等等精彩的蜻蜓水球赛事随时回来。国小组第1号1米第2部到世界排球选手名单。刚才那场有什么注意位置的？其实没有，因为其实我们这2天打，我们没有特别想什么防守啊，我们都比较随性。他只是比较多，我们会看就是说，你在场上就是说，因为我昨天我跟他们聊天，就是说我们大家比较沉着的，这个在训，在场上。一个人打也是一个人打，再多打还是一个人，所以我就等到回就变成一个。
要去一直不断的找，因为你对手越长的话，你就一颗都刺刀，通常都很难对抗，对，所以要去一直找，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刚才说很多是比方我们打爆的球，或者是写下来，在这个过程我们是一直在找机会，对，他在场上就是如果你不管是攻还是防，你都可以跟你的队友，当然我的主球跟马克配是有问题，因为主要是我觉得那个。我们被多打，有球是一定是最有威胁。他要压到底，他那个时候他会觉得区他过了第一次他就放掉，我们少一个人，他一放掉那个人就进去了。那个球我的认知是你要咬住他，然后我可以跟你做交叉，可是他放掉我是往前，对我这样子嘛，这样子结果他放掉了，那人就进去了。对，还有一个进攻的时候，我觉得你。有一波他跑，他觉得没机会，他停下，可是那个球我是拉回来，因为我的给不给是由拿球的人来判断，他觉得没机会，他停下，我们两个那个球我会跟他看不起，所以我刚才那一个球，我说你要跑完吗？跑完就是你让我去进攻，球给不给是给控球的人问题，但是我往里面跑是。energy 最大的时候，但是我自己把 energy 停下来，为什么不把这个 energy 转换给防守的人？每次跑都一定要接到。对。他你跑，马是这种人哦，对手一定会为他移动。对，他速度够快，可是他突然停下来，对手就活那要理解，要把人拉掉。对。那个球，他如果速度够快进去，我球就会给他。对。可是他突然停下来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样子我会每次都会变成不是第一时间给，因为我要先观察要是到位，这个判断就会有无效化。像我们这次去德基看比赛来，我跟欧阳就讲说，为什么日本后面打不没有打很好？我说我看得出来，他不是第一时间给练，知道吗？不是。他是选择性给的，可是你应该是我不会因为他或是你，我看你位置对我就给了，对不对？你位置对我就给，对，他是不得已才给。可是因为我在打也是一样，我的好位置的时候，我会希望球过来，可是我好位置球不来，我也没什么作用，我也做不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这样看，我就一起看。我说你看这个球是吗？因为我已经看到6台位置，他已经这样，他这样子说球就要到，所以球才到防守这个球。对。那我刚才也有看，就是比方说，刚才那个什么，那个导演他们在打，我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他除了个人动作之外，他们知道这个球。这一个动作做完，下一个动作他们会一个。如果遇到还是比较好的，他们就没有用，就是说做干的。那因为我们刚才打，他们有几个是像许昕跟伟霆，他们防守也很好，可是他们不是很强，他们防守位置还是很多漏洞。先生，先生，比较全新的第一状，对。大哥，要退后一点哦。好，可以了。OK。那像你刚才讲说，我跟大宝，那个我应该怎样推？没有，那个时候我为什么这样讲？就因为变成是让你去练习，你去比方一个人，比方是说你想象你是从哪一个位置，比方你手左边就是我们两个来。
第一个是能把你挤开，对；第二个，你很难挤，你会不知道你要把它挤起来。你挤开，我就顺势一点就帮你挤。然后最多的是用我们本身的重量去给你的负担。你只要把它推过来，再把我推过去，把它推过来，你就很累了。它是双倍的。对，然后我们当然是很刻意，因为比方是说，对他那个点，他会。我也知道他的讲后来是所以前面我跟阿飞，阿飞就很清楚，阿飞跟我讲说，给我们时间去处理它，所以我们第一波在1个小时，它就运掉了，因为那个是最累。可是如果你要去处理它，我看你们在打，你差不多11秒而已，你的对手那对于防守来讲，它没什么压力，因为正常我守10秒也不太累。但是我守1分钟，我就70秒才1分钟开始练，底端才会开始堆积啊，它就会很快就僵掉。所以刚才前面那个打外面只是主要那个球是这样动，对，让开始。对，可是我们打的经验就是，我们去处理它，阿飞的经验就是他一定会去观察，就是有人开始协防了，比方子欣他会协防，当然他要知道我们要协防，他的子欣的位置也是对。也是这样，可是当然他们跟真的这样，他们会动脑。陈鲁，哎呀，健哥人那么多啊！上皮天气对啊，昨天我跟美姬2个人喝1大1小包的，2个人喝1大1小。美姬喝太快了，结果后面有跟他喝。哎，我。穆斯林酒喝那么多。康桥国小 A 队在这场比赛面对玉汉轻艇俱乐部。我们在这个时间点要来看到的是国小组的赛事，11点20分哦。那我们其实，在前面的时候，今天有看到了好几场成年组的赛事，现在稍微来回归初衷，寻找我们的初心。国小组哦，代表说轻艇水球这项运动，其实这个金字塔渐渐的是建立起来了，因为小朋友也可以上来玩。其实这个项目在国小真的还蛮好玩的啦。哦，因为你说我们台湾人还是习惯说怕那个什么外面什么户外，像微风雪就是开放水域，可能家长就会害怕这样。是，但是在游泳池就好像没什么好怕的这样，他可以随便乱玩这样。是，而且小朋友在游泳池真的还蛮可怕的，都不怕死这样。没有啦。但现在我就好奇喽，国小组的器具有没有不太一样？它赛事上面，其实如果就国际轻艇总会来讲，它其实没有我们刚刚讲到15岁以下，它是没有办正式比赛的。是，但是，所以他就不会特别去规范那些在他们的器材。哦，好，但是厂商他其实有弄比较小台的，比如说那个我们船是不能超过3公尺。对。所以厂商其实有弄到2.7的那些船。哦。但是一般来讲，这些船可能有共用嘛，所以大家就是互相换。就是他可能是就爸爸买给小孩，或学校买一个，然后给隔壁的国小互相支援。好，然后像那个玉汉，他就
要走出一个不同的模式，是，那就是他那边有游泳池，他有一些船，然后就看附近的学校学生大家都可以来要来玩，所以他就跟人家不一样。可以推广上面来讲的话，这样也不错哦，大家都可以对，所以它就不同模式。你可以看康桥国小，它是同样都康桥的，对。那玉汉他可能下面的选手可能有很多间国小他的来历会不太一样，所以他就是大家可能礼拜六就大家会去他们基地玩，会玩得很开心啊。其他时候可能就是该补习，该学才艺，大概是这样子的。然后康桥国小的话是青山校区的康桥国小，你可能要问一下，就是在山下的那个青山校区。因为康桥其实真的有还蛮多，包括新竹也有康桥，然后林口也有康桥，都在同一个集团。那我们现在在这个蜻蜓水球的现场看到的，如果是高中的队伍的话，是那个秀冈在山上的那个，然后国小的话是青山在山下的。但这边其实对康桥来讲，我印象中没有错，老师有跟我讲，这边都算他们的主场，要么就是过来微风练球。因为你说秀冈还是青山，那附近的水可能是碧潭，对碧潭很满的，有点危险。也不是啦，碧潭很满啦，很满，因为很多人在那边划龙舟去采天鹅。对，他们会去采天鹅，除非你有个地方框起来说可以。但是情侣好像不可以去采可能采完之后出来就分手了。可能有故意的，故意想要分，故意带到碧潭去，所以他们就是会到微风来所以这边也算是他们平常有在维护。像我们赛前的时候就有聊到嘛，这边平常的框是要收起来的。对啊，收起来比较好。然后台风天的时候是绝对一定要收到岸上，对，不然的话可能下一次找到的时候已经在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地方。找到都还好，找到可能不能用了，找到也不能用，不然就是你再也找不到它，它已经插在这个水下面的泥土里面了。开打国小组，康桥国小 A 队这边的阵容是背号1号的李坤彦，背号5号的曾博宇，6号的何燕宇，背号7号的吕佑妮，以及背号10号的曾宇若。所以等于说这20分钟5位小朋友打好打满。对，因为有时候小朋友可能家长就觉得他要弹钢琴还是拉小提琴，因为康桥的无限可能，所以5个就很慢，就人数比较少啦。可是因为我看他们 B 队其实人蛮多的，他们 B 队是有7个人，感觉可以拨1个人过来，但他们可能是有大队跟小队。对，然后你看国小就会有男女同一队吧？这是不是男女有同一队？对，国小的话是有可能。好，然后预看蜻蜓俱乐部的话，则是有8位的小朋友，背号1号的陈建元，然后背号2号的陈建伟，我合理怀疑这2位是兄弟。然后背号3号的徐家志，背号4号的张维成，5号的吕婉璇，6号的郭浩哲，7号的邓豹杰，以及8号的陈国嘉。我也是合理的怀疑，因为他们教练有一个是陈宏木，爸爸。陈宏木以前也是台东市的选手，然后他后来就继承家业，OK， 他家业在彰化，所以现在在彰化。那其实就很近嘛，所以他们可能就是因为这边有个游泳池，他们就去那边玩。对，就大家一起去。以前的队友啊，就把小孩扣一扣。所以这是一个 family 的概念就是一路爸爸现在变成教练，然后就传承给儿子，然后儿子以后也会变教练，再传承给儿子。不一定要当教练啊，就是同一个队友就开始，大家就互相揪了，那个就开始生小孩，对，大手牵着小手，然后就把小孩子带来玩了。而且我觉得小孩看到这种他是真的会想上去玩。对，这次的射门有，哇，漂亮！而且通常国小组这个家长团都会在旁边帮忙吆喝一下，那个气氛会特别的不错。我超喜欢看国小组的赛事，前面的尝试是打到下缘，不过球弹出来之后，反而是弹到了队友的手上。因为这里有几个层面来讲呢，其实国小组我之前在我们台北海大之前台北海洋技术学的时候，我也办了很多次，就3对3，那个吵死了。因为是小朋友啊，家长团一定会在旁边，小朋友还会玩得很开心，家长吵死了。对，家长一定是超级激动的啊。任何一个比赛项目都是这样，家长团一定会是最激动的。我前阵子去播棒球，还有家长在旁边吵起来。那个不一样，那个他们可能会吵别的。但是还是要讲啊，就是一定是帮场上的小朋友来加油，而且大家都是心爱的小朋友。但是我相信每一个小朋友都很努力，而且
以现在这个年龄层上面的话，一定不会是刻意的想要去伤害对手，有些时候真的就是自己控制不住，技术还不成对熟。，但是跟之前比起来，现在小学组要上来，他你看强度其实基本的动作、基本能力都有。是，哎，只是说因为人还是没那么多，所以可能国小一年级要打6年级，那真的好像不太公平。嘿，因为6年级可能就小大人那个样子。其实，在国小差1年就差很多了。对啊，所以尤其是那种成长期，有些小朋友要有，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国小组应该就是男女生会合在一起。因为像我们以棒球上面来讲的话，就有很多女子选手其实还蛮厉害，对，比较壮啊，因为也不能说壮啦，女生应该是漂亮，就是说她们长得比较快啦，她们长得比较早，所以在国小可能5、6年级，反而他们跟男生一起在比赛的时候，他们的表现会比较亮眼，都还可以当投手，对，他们是主将哦，时速都破。篮球我有看过，对他反而是可以跑在前面当箭头的。对啊，所以我们这个就是他国小1年级跟6年级。就是以后的再多一点，把它分开好了。对，不然6年级打1年级好像就慢慢的发展啦。现在其实也都是还在一开始，大家都还在努力，先有漂亮的场地，然后开始整个赛会非常的有规模了，然后转播单位也进驻进来。接下来就是真的慢慢的可能在分级制度上面，我们在细分。虽然国际上没有，可是代表我们越来越完整。然后这边也进球了何燕宇，所以现在的2颗是曾宇洛跟何燕宇，都是康桥国小 A 队的小朋友。康桥国小现在就是先打蜻蜓水球，可以一路的到他们的这个秀冈校区，也都是可以一路的玩蜻蜓水球上去。搞不好还可以当什么澳洲国家队，再去大学是不是跟他们的这个大学长一样？他们学长还不止澳洲国家队，美国国家队也有，日本国家队也有，他们那个上去都是读那个国际组的。日本国家队也有，这有时候那个。世锦赛那个场合变成他们的校友会，变康桥校友会。一上来说，你现在在日本，我在美国。这次的尝试没有，差了一点点。我想法上面是好的哦，就是多多的出手，小朋友一定就是鼓励他们要出手。对了，他要传球，然后到可以射得进球门地方再出手，不然都白搭。是，就合理的出手，但是要勇敢。对，而且你要传给队友，这样团队合作嘛。团队合作，那你射得到，你再出手，不然你离那么远，你还出手，教练会骂死你。现在是在讲刚刚那球吗？没有，我没有讲。等下家长说完，不然你来。好，我来，我叫。好，现在球权还是在玉汉蜻蜓俱乐部的手上。顺着水流，现在是大家都稍微往后退，一直在外围，人是挤在一起喽。哇，反而一直被康桥国小 A 队往后逼。就紧张的是旁边的家长，家长在鼓噪退一下，有翻停，不过没有吹判，没有在怕了。对，一定是不怕。可是他的奖现在好像还摸不到。好，前方的球已经开始往前甩，快攻的机会，前面是有防守者，不过防守者现在是要转过身来，球没有拿稳，第2排再拿起来，这次射门进，背号7号的吕佑妮。哇，这个一来一往，家长在旁边心都揪起来了。吕佑妮是直接在前面当箭头，奖有立起来。不过现在的力道来控奖，应该还没有办法控得那么灵活。所以基本上就是一块奖，就是摆在那边而已。而且他姓吕哦，又有想到谁了吗，老师？我等一下去对一下，不然这样不能乱讲。哇，现在开始这个亲子图都要对起来，是不是？哦，这个也是一次尝试。对，所以他射得到，然后这就可以射。有这个能力啊！刚刚尝试的是邓暴杰。不过其实如果说他们是这样一路看比赛，包括像是他们这几天呢来看锦标赛，他们也会看到这个公开男子组，所以我相信他们在心里面也会想要去学，就是这样子做原来也可以，而且对他们有些没看过，对，没看过，然后现在看到就会想要试试看啊。小朋友的比赛就是这样啊，对他们要乱学，不然会被他们家里骂。你有的不乱，比如说射门，你不乱射，万一手射坏了怎么办？哦，这边其实奖是有挡到，可是因为真的以小朋友的力道上面呢，没有办法把奖控的那么好，这球还是进到球门里面。是谁？刚刚没有看清楚，来看一下。助攻还是给到了吕佑妮。哇，漂亮，好有趣。现在想要去问了哈，教练，看一下像谁？没有不一定啊，这就是
都厉害。打球的小朋友就打球的小朋友看起来就比较健康，比较开心。4-0哦，康桥国小 A 队现在在分数上面是领先了，而且感觉起来玉汉蜻蜓俱乐部这边没有机会在篮筐的周围哦，在球门中结果还是长射，哇，马上打脸我，啪啪。有时候就是这样，你不讲都没事，讲了就会。徐家志不服气，他说没有，我们是可以来攻门的。好，那这样的话是拿下了这场比赛的第1分。他们的射门其实大概都是在这个距离，包括刚刚那个邓暴杰，邓暴杰还稍微再远一点，对不对？所以就会不公平嘛。6年级、1年级，那6年级可能就是真的射程比较远。教练想想，人生也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也是啦，对，从小就要习惯，从小就要习惯了。康桥国小 A 队的球权。对，相比这样的话，其实康桥国小现在虽然是只有5个人，但他们5个人好像人人都是有进攻能力的，而且非常完整的一个球队。这次的尝试，康桥国小 A 队的角球，这里是曾博宇。好，两边再看要让给谁来处理球，最后是给到外围的博宇，博宇再回来，一样是要找吕佑尼。吕佑尼这一次单手的出手哦，可惜球感觉第一拍没有拿稳。对，所以他就没办法那个射出他原来那个，对他那个抛物线就丢不出来，手应该是有滑掉。那个球的大小大概是这个球台球吗？这球还更小，还再更小一点，比那刚刚我们那个公开组的对，或者女生球还更小哦，所以他们有拿更小的。所以它的大小大概是正常的球类的手球的那个大小，差不多。哦，这边也是长射。不过玉汉蜻蜓俱乐部现在几次的出手机会，其实都是在这样子的距离，变成说他们球送不进去。他可以再远一点射啊，因为他都射过头嘛。啊，对他们其实可以再往后，反正我就只能在这边，那我也是这个力道，要不要修正啊？对。哎，顺便这样还找到了另外一种进攻的模式。对，因为这就是那户外空间，有时候你觉得射得到，但是射不到。对。啊，有时候你怎么为什么知道风帮你吹的？但今天的风势倒也还好，今天风势没到那么大。对了。然后雨的话，我刚刚因为我有往外面走，所以看起来雨势现在也是减缓了。康桥国小 A 队又进球了，这个是10号曾宇洛。这不是棒球场，不然我就会觉得曾宇洛是队长。队长有队长、队长，上面会写什么 Captain C？ 没有，他这个 C， 然后看那就是 C 产品贴在臂上，然后如果要抗议，就只有你能跟就只有队长可以跟裁判来沟通，然后裁判要有问题也是跟那个队长来讲，请队长再跟队友讲。这一次有防范住康桥国小 A 队想说，你都在这边出手，我们现在知道喽。好，快攻机会，现在要比谁的挺滑的比较快。刚刚陈建元是走的比较快，可是球没有拿稳，现在有点不稳。上半场的比赛要结束了，只有1秒钟，没有出手机会。不过康桥国小 A 队5-1，现在领先4分。我们休息一下，稍待回来了。
康桥国小 A 队哦4分的领先，现在变成是下半场玉汉蜻蜓俱乐部可能要再找办法了。在上半场的时候有比较多的出手，其实跟球门都是有距离的。对啊，所以表示他们射得到，射得到，换个地方射，射得到。可是有很多球其实是从球门的上缘对，直接飞跃过去。所以刚刚老师给的建议是，不然你们再往后面一点射好了。你们如果要这种长射的话，干脆距离再拉长一点。下半场的比赛准备要开始了。好 ，CPS， 所以是康桥国小 A 队先拿到了下半场的第一波球权。吕佑你在上半场，他也是非常有能力可以来进攻球门的选手。康桥国小 A 队也就只有这5位球员，不过这5位球员看起来这练得相当不错，默契也很好。曾宇洛，差一点。刚刚这个是想要给小球李坤彦但球是有被干扰掉。观点是对的啊，我就是往中间往前面，就是跟篮球一样，就是我压进去。坤彦，角球传出来，尤尼，哇，再给他进去里面荡下来，玉汉蜻蜓俱乐部。裁判老师拉契迪的手势又出来了。你看，你手去碰到那个防守的这个传的。玉汉蜻蜓俱乐部想要往前面传的中间有何燕宇用桨把球给挡下来。这次何燕宇想传，结果球误打误撞，篮筐的下缘进球得分。玉汉蜻蜓俱乐部，这个本来以为球权要没了。对，就他都说不要那么远射门，他就在球门下射，对，更保险这样。这个算是他们这一场比赛第一次在球门下方的出手机会，是在来到下半场大概过2分钟左右才终于等到，误打误撞啊。小朋友来了，挤在一起。小朋友还蛮有机会，都是追着球在跑。现在有一个手势这个手势是在讲球权吗？手指比的是方向所以就是，然后一个是比发球地点所以还是给到康桥国小 A 队的。像他那个裁判的手势，就是他是非法用桨非法用手，像这样拉就是非法用手然后我刚刚前面说在拉气底的那个动作，对，这就是非法用挺，就是把手扶在腰上面，非法用挺就是用船去撞人家，那叫非法用挺。这是非法用桨，用桨去。非法用桨的话是手会去比那个手臂，对手臂。然后拉气底的话是非法用手。对，这个姿势刚好也是趁着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来认识一下。对，如果有想好裁判的，可以看协会网站。是，协会网站。因为世壮运其实也缺很多裁判。现在顺便看看世壮运明天就要来了，但是来不及了。现在在培训可能真的是，但是我们比赛很多，我们可以从小朋友开始判。对，不然我们我们其实我们有很多很会判还不错的，他还是在当选手。所以撞住这次的出手，所以我们有时候裁判就不够，是，因为他们真的是打那个像全民那种有奖金的比赛，那个就不是像这种还算了，反正场下好朋友，大家其实都兼任啦，就是你同时又是可能是小朋友队伍的教练，然后你同时自己也是选手，然后你可能还要帮忙去站在裁判，冰球就是这样，冰球就是这样。这你会看到他很忙，还有人要上来跟我搭配奖品，在外面换。台湾的冰球，对，台湾的冰球，台湾冰球，
他们是在小巨蛋自己弄4队还是6队？4队啊。他们队伍其实还蛮多的，大概我记得是6个队伍，但是就是其实这6个队伍里面，大家会互相借将啊，因为其实人数也是不太够的。所以它那是一个发展的模式啊。而且他们因为台湾就是你要找到兵工嘛，所以并不一定每个县市都可以有球队。所以他们口袋比较深。他们其实也蛮辛苦的，而且他们也是属于，因为我现在看起来公开组这边的话，其实年龄层的分布还蛮稳定的。在冰球那边的分布会变成你就算是公开组，小朋友可能都要上来。对啊，因为他们就是因为人真的不够。好，前方1对1的快攻机会，家长团现在是比小朋友还要激动。这次陈建元拿下了这个分数。我刚刚导播马上把镜头是切到了场边的观众，真的感觉在赛场上面哦，这个只要是国小组的，场边的家长团们哦，那回去之后应该汗都流了不少，想说到底是谁上去比赛？其实现在因为有转播的关系啊，有很多小朋友就是会赶快回去看，看到他哇好开心哦，这上电视这样，都很期待嘛。然后那个比如说青年选手或成人选手还会回去找那个影片的片段自己剪，剪他有他的这样。对，而且现在是那个短影音嘛，所以你可以把它就是剪成像直的，所以全部都变网红，全部变网红。刚刚不是有讲到那个 Shark 运动空间里面有几个帅哥，上面也是这样，好像都很帅，对，都会很壮。这边又有手势出来了。那个守门都还不去举奖，都没有人在举奖。你现在离球门最近的应该是陈建武，就来不及了。对，那球一进去就上去就得分了。康桥国小 A 队尽管人数就是刚刚好的这个出赛哦，但是现在看起来在对于球场的熟悉度好像是还蛮高的。主场啦，这边包括是场边的一草一木，还有现在就在他们的周围，这对他们来讲都是熟悉的感觉。比2下，要再出手吗？没有，中间想要挡到。哇塞，他有一个左手的。不过这样看哇，曾宇若的身形其实感觉也算是蛮成熟的。对啊，所以可能就是高年级嘛。他可能应该是5、6年级。自己带球往前面，有被跟到，旁边有2个是身穿红色衣服的球员。对啊，队友不见了。对，然后走一走之后，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又回来了？在往前面又回来了。好，再往前甩，拿到球之后再往回给，要等队友一起回来。看有没有给到？有。站往前面，而且有另外一边的话，他是要往后来滑，所以现在稍微被挺身给卡住。不过可惜自己球没有拿稳，黄色的皮停，这是曾博宇。这一次的出手奖是有挡到。真的感觉场上很紧张，场边的鼓噪声也很紧张。我们大会看啦，因为有时候小朋友比赛，那个家长就不小心进去很多人，对他们会越来越激动，所以他们的那个可能会离场越来越靠近。对，然后会进去嘛，那个浮台上面太多了，我们把它叫出来。那不然刚刚我好像就有听到，有特别提醒，有浮台上面不要站这么多人。哇，这些都是家长团哦，就是宝贝儿子、宝贝女儿哦，在场上哦，叫的是无不激动。不过其实从小，包括像是希望传球嘛，这是一个团队运动，同时也是沟通。那最后的话，就是也让小朋友真的就是强身体魄，因为你真的你不要说玩球了，你光要滑动那个桨就不容易。对，小朋友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达到了这个消耗电力，就把电力赶快消耗，回去就比较不会吵，会乖乖睡觉。对，他有的会真的很乖乖睡觉，因为他明天又要来，他明天又要再比赛了，对，所以
这个对于这个家长朋友来讲的话，也会是好的一个这个尝试的机会。对，不然每天还玩手机就很想打他。刚刚有讲到玉汉蜻蜓俱乐部，它其实就是在一个游泳池里面嘛。它对是在哪一个地方？台中的那个在台中潭子吧。哦，所以其实中台湾的家长团如果刚好有看到这样子的锦标赛，想说也让小朋友来尝试看看的话，就可以送这个玉汉蜻蜓俱乐部。对他们那个林长义教练他蛮认真，他也是有考到那个国际蜻蜓水球的裁判。是，所以然后很认真在就是从事基层的这些小朋友的play 啦。因为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担心说，我想要送小朋友来，可是我要去哪里买那个奖？我要去哪里买那个？不用啊，先去啊。对，玉汉这边其实刚刚就有提到，他们其实现场是有挺可以给小朋友上来玩玩看的。哇，这两边现在都可以来攻破球门了，乐开了啦。对，感觉起来之后的动作都变得比较流畅。对，有得分比较会有感觉。越开始对，那球类运动都是这样，一开始一定都是想要得分的嘛。篮球也是啊，棒球也是，我就是想要打嘛。7-3，4分差。我现在的话剩下最后的45秒左右了。玉汉蜻蜓俱乐部尽管在上半场没什么得分机会，不过下半场反而现在是渐渐的有找到了在比赛的感觉。这个是违法用桨，对不对？这个手势对，我们叫做非法用桨。非法用桨。而且你看他们那个家长都有做衣服。对啊，家长都知道是他们那一国的。家长团就是这样，他们会有很多很不错的一些那种相关的配件啊，衣服、帽子，甚至有那种 jacket 外套，而且团队感都很十足。而且家长来自不同的那个领域，他们互相支援。对，互相支援。好，康桥国小 A 队7-3，4分之差收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了。不过玉汉蜻蜓俱乐部的小朋友打的也是非常的开心哦。我想在国小组，我真的是觉得胜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是小朋友在场上有没有好好的发挥。所以最终的话，掌声还是要给到这两队的小朋友，康桥国小 A 队跟玉汉蜻蜓俱乐部。好，这场比赛最终家长跟教练。好 ，OK， 那这场比赛最终还是要恭喜康桥国小 A 队。那这场比赛呢，也是我们在上午场的最后一场转播工作，所以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那我们下午场随后呢也会继续的来登场，而在下午场最后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在这一次113年全国蜻蜓水球锦标赛最终的排名究竟会是如何？还请观众朋友们持续的锁定。感谢你的收看，也感谢老师在上午场的陪伴。我是秉承，我们下午见了，拜拜，拜拜。